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老师卡后，今天带给大家11天玩完北中南越，搭乘 VJ91，中午从桃机飞往河内的班机，这班准点率60%，平均 delay 10分钟，算迟到大王越捷的乖宝宝。顺着人潮走，就会先看到落地签的柜台，带着许可函25美入境表，大头贴一张，到中间 Visa Application，许可函推荐到某宝申请，只要20人民币，等半小时左右，荧幕上出现你的头像就能取件啦。海关就在落地签柜台的后方。接下来我会从行程开始介绍，最后再检讨总消费及哪里值得去。想亲自体验的，欢迎跳到后面。第二天搭乘可 Look 套装行程前往下龙湾，一人1400，位置大，冷气凉，导游讲历史超生动，有够赞。会先在休息区参观一下珍珠养殖业，推荐一些伴手礼。如果买了，明天就可以打包回台湾了。接下来就是到码头准备出海啦。这个游轮外观看起来还挺可以的啊，自助餐味道中上，酒水要另外付钱，跟酒吧价格差不多。然后这船开得蛮平稳的。第一个点来到的是金亚洞，会流汗的行程我一律建议站在亚洲人旁边。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观光公害，但我们导游超级无敌帅，这个洞真的很深很惊讶，我会给大家90分。第二站会去一个西湖，一定要选皮划艇，不要共船，超级无敌好玩。最后是英雄岛沙滩，这边有1个小时活动时间，可以去海边玩玩水，或是爬上小丘看看风景。第3天一样用可路包车前往台北桥，不是宁平，全趟1070。记得一人要准备10万吨才能上电动巴士，约莫5分钟就会抵达白亭寺的入口。接下来我随便放几张照片，欢迎各位自己去看看。白亭寺结束后会吃个饭，然后前往长安。本来以为只是在河上随便划船的小行程，没想到一堆山洞，一堆超酷地形，超级无敌好玩。而且遇到超好的旅伴，一个日本姐跟一个袋鼠哥，3个人一直在那边苏苏妹。整个地形中还有许多原始建筑，是古人创建这世外桃源证明，真的太佩服了。而且整趟滑了1个多小时，大满足啊！最后一个点是木王洞，明明是山，为什么叫洞呢？记得带瓶水跟手机就好了。500阶在34度下真不是盖的。最上面风景真的很好，推荐年轻力盛一定要登顶。就是有点危险，人超多，石头超滑，还有坑可以装个1.8米的大汉。整趟最让我感动跟惊讶的就是这个河内大学生组成的免费导游，他们不仅会介绍知名景点，像这里是环建湖跟玉山寺的由来，又或是超经典火车街，不用担心路口被路霸收费，会带我悠悠哉哉的找个位置，点一杯公道的咖啡，静静的等火车过来。话说这火车开过去的瞬间真的超屌呢。又或者是文庙，就如我们的文昌宫一样，大考前所有的学生都一定会来朝圣。还会带我们去吃一些长得很奇怪，但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在地食物。走热了就鬼转进巷子，来杯好咖啡。大推这家咖啡佛狗，楼上风景宜人，楼下充满故事。而且我在这边喝到最有特色的淡咖啡跟椰子咖啡，味道都有做出来。总之在观光的同时，还能了解当地学生的想法和当地人生活习惯，真的是一举数得，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。前面2个不去就算了，这个不去绝对会下地狱。第5天出发前往岘港，朋友们可以看到，假日老城区周边是封街的，还有市集。爱逛街的但不敢过马路的，记得周末来。先陪朋友到环建湖气派邮局寄信，回台湾后超后悔，没在这边买些邮票跟火车明信片，出河内后居然就买不到了。嘿嘿，一转眼间我们就来到国内航厦，到机场才发现有一家竹子航空啊，下次有空打打看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到的是薄的破纸，其他乘客都是厚的。这个 VJ509 又新又干净，非常赞。但是晴空万里的居然给我 go around， 吓死我了。然后后面的这个印度朋友还在那边一直唱一个阿里巴巴。出来左手边就是国际航厦，100多个国人一次被拉走，帮他们祈祷不是进园区。第6天天气很好啊，准备前往巴拿山。我们是 shuttle bus 门票云霄飞车，3个分开来订的，总共1670。第一次搭这么长的缆车啊，20分钟，想拉屎先去啊。
早就有听说了，不是一大早来的话，天气就比较烂。他入场有2张免费啤酒券，可以先来这边喝一下。先说缺点，大部分的小游戏竟然要额外花钱。这个单人云霄飞车也是颇费，虽然几十块而已，但要跟前面的速度又很短。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个甩了，然后还有爬山，看看越南最多的中西合璧建筑。然后这个4季buffet绝对是巴拿山里面的 MVP， 火肉跟烤鸭一定是找烧腊店师傅来做的。佛手桥没有照片中的感动啊，照片中感觉就像在悬崖上，然后又更大1倍。最突然的来了，下山遇到雷雨，3点直接罚站到6点。本来还会想说有空可以来看看啊，但现在好感直接归零。第7天叫个 Grab 前往五行山，那天34度，洞穴里面还算蛮清凉的。越南的佛像跟店里的神龛到处都充满了 LED， 真的是非常前卫，超级喜欢。爬上山后就可以看一下中立的风景。这边的人都很厉害啊，都能单手骑车滑手机，佩服佩服。抵达惠安后，完全是不同的风景啊，相当的古城古意啊。惠安这边建议傍晚再来就好，一来天气不热，二来晚上比早上漂亮很多啊，搭个小船还挺有感觉的啊。岘港最后一天来韩市场稽查一下行情，很有意思啊，全是韩国人跟台湾人这边买伴手礼。1楼是咖啡坚果那类的，然后2楼是衣服。我虽然没在这里买，但我猜应该也是从半价开始杀。混一下陪朋友寄个信到机场，就准备搭过夜巴士前往雅庄喽。杂货店买零食跟水就好，这里的把咪真的是超级无敌难吃。订车我是用 Vietnam Travel Bus 这个网站，它随时都有客服在线跟你确认车停在哪一排，然后上车没有，到达目的地了没有，算是蛮贴心的客服。然后选择的是过夜这个32美的方案，看起来不会图文不符，整体干净卫生。车上只能尿尿不能大便，所以记得吃保守一点。隐蔽性不错，乘客素质也好，晚上不会大吵大闹。总结一下岘港，巴拿山我不推荐大家去，景观土炮人造味浓，游乐设施超少，额外收费多，下山配套也不足，不会用英文跟外国人解释。如果要去，欢迎下山没地雷就搭车前往惠安，这样1天才够充实。睡醒就到芽庄啦，越南的路加上第2层巴士，其实没有睡得很好啊。当地人真的蛮有趣的，他们一早都会先去海边玩个水，洗去1天的热。订的是 Vietnam Active 70美2潜，这个价格包含所有装备租赁。上保姆车前记得换上银眼跟泳裤。第一次潜水，整艘船95%都是俄罗斯人啊，吓死我了。直接说结论，这里其实不适合潜水，底下珊瑚白化严重，都剩沙子跟海胆而已，海上还时常可以飘着垃圾，能见度也不是很好。虽然前导人都很好，讲解详细且安全，也应我要求钻了些洞穴，但整体可看点偏低。不过我还蛮喜欢这个城市的，人跟人之间没那么密集，大家走路也很松散，然后中文特别少，所以异国感很强。耍完费后搭车前往胡志明，不得不说火车比客运先进很多啊。想先刷牙准备睡觉的朋友，可以到面麦当劳右下这边。柜台人员有问必答，只是几点到几号门。最喜欢没车不用走天桥的环节了，感觉在这边租一个梯子应该能赚不少钱。火车的网站比较杂，所以我用这个中文比较尊爵的网站。那我当时是16704人方案，跟图片有点落差，但可接受。接下来就准备前往男人的梦幻之都胡志明，也就是塞贡。少了红灯跟超车，哎呀，实在好睡太多啦。到站前5分钟都会一直用乐音进行轮流广播，所以只要记得站名，就一定不怕错过喽。凌晨5点的火车站，人还算真不少啊，应该是准备去上班的。话说这个嘎行是从法文来的，一大早我也会看到一堆烂醉如泥的人，但我只看到几个 Lady Boy 在拉客。早上订了这个付费导游，开局就先迟到1小时，不能先跟导游取得联系，催官方要过几分钟才能会回复。虽然后续时间有补满，但在楼下发呆挺难受的啊。幸好导游确实活泼热情可爱，还带我进了这个8年也修不好的教堂，算是火气消了一大半。
经典的还有书街，他们是真的会来这里买书啊。像这个就是他们的可爱巧虎岛，还有无限多义地狱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在独立宫跟战争遗迹博物馆，可以发现民主阵营跟共产阵营的说法真的差很多啊。总之还是很推荐朋友们来这边喝杯最火的中原咖啡，好好跟当地人聊一下。跑完行程后就来洗个头，5星好评，一定要来。联合国维和部队炮兵旅基地就在这里。小弟秉着科研的精神，也有进去进行一波学术交流，不得不说挺厉害的。早上吃个米其林佛，准备回台湾啦。槟城市场买伴手礼的朋友，记得价格先砍一半就对了。我想的果然没错，玩到骨头都快散了，所以回程选择了星宇航空，体验一下资本主义的厉害真是又新又宽敞，相当舒适啊！这歌也正对年轻人口味啊。而且这厕所比我家高级100倍啊！哇塞！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分量，刚开胃就吃完了。检讨时间，11天总消费46000，以下是各项开支，可以自己按个暂停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从吃跟住来检讨，住倒没什么好挑剔的，真的又便宜又宽敞。河内这个服务式民宿离闹区1.5公里，4晚1674。岘港这个侧景日式双人房3晚2680，我觉得住房就是看着顺眼，便宜就下定。距离稍远离闹区也没关系，在市区不管怎么 Grab 都是几十块解决的。那么像这个胡志明1晚1间754。接下来是吃的部分，从路边摊到米其林，从连锁到独立，大大小小都吃过了。佛也就是河粉，我觉得米其林名店没有特别好吃，倒是服务周到，还帮忙拿大行李。所以我推荐自己闲晃路线上或是住家附近评价不错就可以吃吃看，口味真的相当多元，有像螺蛳粉的，也有香菜大量的。邦米越南法国面包，观光区大部分都面包香酥，内馅则是各家五花八门。唯一建议就是千万别吃车站的，面包吃起来就像橡胶啊。最雷的就是老城区热炒，途中4道菜要600台币，菜单上还没价格，味道超级咸，非常不推荐。千万不要被热情的大姐拉下来坐。剩下有些像是小米粥、手包生春卷，或是血肠综合拼盘等等，我个人都是吃到好吃店家，我会放在备注栏，欢迎朋友们去试试。然后在越南每天都喝了几杯咖啡，我的结论是休息站的跟路边推测都不太好喝，而且没特色。个体店品质还在调整，去新开评论数100以下的很碰运气。连锁的各有各的强项，菲拉是奶类强，公是椰子冰沙，中原像星波咖啡 ，Highland 就像路易莎。接下来是交通跟行程部分，短程通勤建议不想被寒假的朋友就用 Grab 叫车叫全程就好。那我也体验了一下人力车，但第二次就发生说好价钱，但到目的地就被喊5倍价。建议像我厚脸皮，塞一样的钱到他口袋就跑了。而且人力车到底公道价多少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再来说说巴士的部分，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经销商下定。一开始跟大哥翻译讲了非常久都不能上，最后还是经销商打电话才让上车的。而且大哥眼睛超红，狂灌能量饮料，显然疲劳驾驶。然后大哥也很有趣，一开始超凶，但发现我怕他后，就会帮忙拿行李，提醒位置到站没。然后我有问柜台价格，可以省300元，欢迎大一人自己去柜台用越南文买。结论就是不太推荐，不好睡，危险，体验一次就好。火车部分我觉得就空气差了点，可以戴个口罩。卫生就是东南亚卫生，跟台湾老休息站差不多，自己斟酌斟酌。机票部分，台北到河内3100，河内到岘港2400，然后胡志明回台湾4800。机票部分我都是官网下订，因为跟我常用的平台没有价格差很多，就干脆官网累积红利了。然后这3班都是中午起飞的，所以我对价格也没有特别要求。然后再补充个签证的部分，如果是台湾网域搜索，应该许可函代办价位落在1200到1400台币左右，大概4天会到货。某宝则是20人民币9天到货。然后在柜台偷听导游大哥讲，其实没大头贴也没关系，他会用你的护照头贴去申请。忘了拍那个特殊规格大头贴的朋友不用太紧张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带护照、25美跟办许可函。行程2个可以直接删掉，第一个就是巴拿山，都是土炮人造景点，免费游乐设施超少，这1600真的是罚站冤枉钱。第二个就是芽庄潜水70美金，下面一片荒芜啊，海洋保育不佳，差评。最后是保养跟杂志，这次出发前打了1200的麻疹疫苗，真的超亏。有一天吃饭经过诊所说700，到下周一才过2天就涨到1200了，朋友们不能犹豫啊。然后就是650的富邦旅平跟350的虾皮eSIM，
其他阿里亚扎的包含明信片、洗衣服、土产、导游小费等等。话说他们洗衣店很多在大饭店旁边巷子里，1公斤25台币左右，洗得香喷喷的又折得超整齐，人蛮多的，大概隔6小时取件。保养部分我剪了1次头，按摩3次，大保健2次，月式洗头1次。剪头发是我个人喜好，剪个当地头一直被越南文问话。按摩不推荐去高分洗屏店，价格是小店4.5倍。虽然气氛好、设备好、技术也更好，但那个价格台湾就有更好师傅了。大保健我只能说越南女生热情开朗，女友感真的很强。如果像我偶尔体验的朋友点最便宜的套餐就好了。师傅技术太好，小弟撑不久啊。然后胡志明比岘港确实多了很多选择，但岘港师傅多了分朴实跟青涩。总之，欢迎各位去体验，小弟下次拜访会再回购。最后就是粤式洗头真的很经典，师傅训练有素，做完像新造的人一样，而且可以看到一堆辣妹在帮一群面目狰狞的阿啾西拉筋，画面非常滑稽啊。最后谈谈汇率的部分，我问到河内831，岘港824，惠安815，胡志明830，可以发现大城市还是汇率好。结论是用大面额在大城市换，那当然能用信用卡更好了。总结不推荐跟选修各花6000左右，欢迎朋友拿这12000去体验别的东西。攻略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接下来都是我个人观察。第一就是越南人一开始会对你很凶，但你顶回去后就会把你当麻吉。第二就是餐具其实也挺脏的，他们自己吃之前都会用卫生纸擦一下。第三就是我一讲越战，马上会被制止，说是美国侵略越南战争，真的蛮好笑的。